就是我們在札幌的，反正最後一天，沒錯。然後我們今天呢，我們終於不要待在市區了，我們總是要來一點就是戶外的，比較慘的行程，也沒有吧，就比较北海道的行程。終於下雪了，好吧，我們這整趟就今天下雪，我們今天就帶大家來郊外來看一下。今天行程設計上呢，就是以你半日遊、租車自駕可以跑的簡單3景點，我不太推薦說你第一次自駕就跑非常遠，然後跑美瑛那些的話，動輒2-3個小時，我覺得對自己可能有點負擔。但是呢，我們今天安排這個路線呢，到達第一個景點，在你沒有被雪砸死之前呢，大概40分鐘左右可以抵達我們第一個點，後面的幾個點呢，都大概在20-30分鐘左右的交通行程。老師特別安排的一個路線，繞完一圈之後呢，還可以去千歲吃個不用排隊的湯咖喱，之後再回札幌，整個順序都排好了。所以，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呢，就是札幌藝術之森。這個點呢，進來門票是500塊日幣，停車費500塊日幣。然後呢，裡面有一些做陶藝的啊，然後有些美術館有2個，一個是室內美術館，一個是戶外美術館。那我覺得這個地方呢，非常適合帶小孩子來玩，而且它那個樹林啊，現在冬天，我覺得它這裡面樹林真的很漂亮，又因為是山上，雪又比較多。沒錯。然後我們這邊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雪地拍照的一些小技巧。OK， 然後我們就逛逛這裡。Go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像這種雪应該算大了吧？算大雪，而且今天雪花算蠻大的，顆粒很大顆。這種天氣啊，对拍照來說就非常非常考驗你相機的對焦性能。哎呀，只要你的相機对焦性能不足，基本上現在開人臉辨識啊，10之8九會對到雪花，就會對不到。所以呢，在這個地方拍攝的訣竅呢，非常簡單，多按幾張。好，我以為是換一台好一點的相機啊。那換一台好一點的相機也是其中一個。再來就是只要多按幾張，焦點很容易会被雪抓走。所以在拍攝的時候啊，你一邊拍攝，其實我會建議你就是開人臉辨識那些東西之外呢，要每一個地方多按幾張。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啊，如果你也是喜歡裝遮光罩的人，在這個場景下，我會建議你隨時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遮光罩，因為裡面會積雪，尤其是那種望遠鏡頭，當這邊有點豐收啊，這個狀態的雪其實是會卡在你的那個遮光罩前面的。再來呢，第二個，像玉涵今天就很棒，玉涵往前走一點。他有拿雪茄嗎？沒錯，我很棒，我有拿雪茄。不是那個部分。像我們現在可以看玉涵，看得非常清楚，對不對？玉涵穿黑色的哦，雪會在那個黑色衣服前面變得特別的明顯。所以如果你要在一個白茫茫的地方拍的話，我覺得就是穿深色顏色衣服會蠻好的。躺下去的感觉，好像在躺家裡的被的感覺。哦，有點松松的。我后面有白白吗？有啊，超級白。趕快撥一下，轉身，你轉身。這個如果不拍掉啊，對啊，你衣服等下就會濕透，等一下你就會樂極生悲。對啊，等一下就整件衣服都濕的，就嘿嘿嘿，好皮好皮。我知道怎麼形容雪的觸感，很鬆的肉鬆，鬆肉鬆。鬆啊，原來是鬆肉鬆的概念。或者你在摸很大一片發霉的感覺。誰會摸很大一片發霉？這個比喻真的是大家一般人比較難觸及。我們來攝影教教這部分，像那個啊，在拍雪地的時候啊，玉涵幫我往你的右邊走一點，找一個深色的背景。為什麼要找深色呢？因為雪是白色的，你找一個白色的天空看不到雪。像在這個地方。雪真的是大到一個亂掉，大到一個不可思議哦。所以在这種時候啊，快門速度上面有一些限制嗎？因為你如果快门速度太慢的話，它還是会拖那個線。我自己在這種雪地裡的話，我覺得拍出顆粒感比較重要。像現在我的 ISO 是320，光圈是4，因為這個是20/70嘛。然後我的快門是1250分之1秒。1250。對啊，就因為差不多啊，所以這樣拍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。但你可以看哦，即便我看人臉辨識在這個狀況下，它其實會一直對到前面的雪，因為雪太密了。其實這時候雪已經算密了，就即便是像 A75，在這種狀況下，我已經開人臉辨識了，還是會有一定的幾率它會對到前面，多拍幾張，不然你可能回去看的時候呢，才發現那個照片沒有那個對到焦，有點可惜。像我觉得這裡，因為這個森林嘛，因為一般如果你在公路上路邊停車，其實不太能夠靠近樹林，而且我覺得那樣比較危險，所以我覺得來這邊蠻好的。那幫我站到那邊樹下，效果也很好，因為後面那個樹林的那個葉子那些也都比較深色，然後你可以稍微靠近拍一些低角度，帶廣一點，然後因為前面的雪呢，就是都拍得進去，那可以拍出那種比較夢幻的感覺。
冬天呢，我覺得它的戶外美術館那個地方啊，裡面應該太難走了。那我覺得我們就不去拍給大家看了，那個大家夏天再去看那個尖尖那個塔就好了。我覺得啊，就是這裡蠻適合帶，就是小孩子一起來的原因，是因為呢，如果在札幌市中心啊，你要看到就是這麼森林感覺的地方，可能最靠近就是北海道神宮那附近，可那個樹又很高，因為這裡啊就是山坡又高低差，然後再加上因為它是在就是美術館跟公園的裡面，所以也比較安全。那雖然說冬天來可能不像夏天這邊的所有東西都可以看，但是我覺得冬天來就是單純看看雪啊，然後再加上就是接下來還可以再繼續繞後面2個景點，這樣全部搭在一起，我覺得還是蠻值得可以過來一趟的。好，這是我們第2個點。那第2個點呢，其實離那個札幌一柱之森啊，開車只要大概7、8分鐘左右，很近。這裡就是頭大佛，安藤忠雄蓋的那個頭大佛。然後這個人也太多了吧？好多之前徐老師來敲那個鐘啊，他愛敲幾下，他可以咚敲到底，因為一個人都沒有。就今天人超級多，竟然要排隊。对啊，這個頭大佛啊，他身上的袈裟那些細節其實很漂亮，因為今天被雪積的已經蠻厚的。那有時候來它的耳垂還會有那個結冰的冰柱，我覺得蠻酷的。我覺得蠻值得，就是廣角跟望遠，我覺得20-70在這邊 OK 啦。如果有更廣的話，我覺得效果可能也不錯。那你可以嘗試一下，因為它的整個設計就是它中間開了一個洞嘛，所以光線一定會從外面這樣照進來，所以你可以利用它這個建築的邊緣這個輪廓啊，當做是前景的框景來做一些構圖。你這樣拿起來就是可以帶到多一點的黑色面積，然後留下的亮部呢稍微少一點點，我可以拍出一些我覺得蠻有氛圍的東西。同時再用望遠呢去拍一些他身上的那个細節，比如說水流過他臉頰那種感覺，我覺得也是蠻酷的。而且一定要繞一圈，它前面背後的細節都蠻多的。我自己覺得是很值得來看的一個地方，尤其你喜歡拍照，又尤其你喜歡建築攝影的話，我覺得蠻酷的。光是一到這裡，我就覺得有一種很 peace 的感覺。我覺得跟他可能真的那個建築線條，整個給你的感覺，你會覺得你整個人很平靜。而且我覺得走進去裡面去繞那一圈。去看那個建築物斜上去那感覺，哦，帥到不行。夏天整圈上面會是種薰衣草，那個感覺又不一樣。你真的有來北海道的話，我覺得不同季節可以都來一次，感覺蠻不一樣的。雪花飄飄，哎，敷衍呢？你知道這個敷衍到版權也抓不到嗎？沒有錯了。第3個點，織物湖。沒想到你會來這麼俗套的景點。這哪有俗套？這個是夏天可以騎鴨子船，冬天是看不到鴨子的地方。這個呢，就是離剛剛頭大佛呢，開車夏天的話大概35分鐘，冬天的話呢大概50分鐘。從頭大佛那邊一路過來到織物湖啊，它其實沿着湖邊有一段，因為今天雪真的太大了，所以看不到湖的對面。那如果你今天天氣好的時候來，你可以看到對面的山超美。其實我自己覺得，當那個後面的雪很大的時候啊，它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白背景。像現在這個樹枝上面積的雪，這樣看過去啊，你光看就很漂亮了。你就可以就是用個可能70端左右，50端左右。你就拍那個枝條，把後面的天空當作是襯景，我覺得超美。所以在這個時候呢，因為反正你也拍不到對面壯闊的景了，你不如就拍一點比較簡約的東西。在構圖上的時候呢，把那些碼頭啊放在畫面的一角，旁邊呢就可以盡量帶空白一點點，看起來就是那種很極簡的，我覺得效果也蠻不錯的。還有另外一個呢，就是像可以看到啊，像天空比較白嘛，所以呢你往上看雪不明顯，眼前可以看得到湖面的這一段呢雪就很明顯，然後底下又是白的，所以你剛好就是一個3層的結構，你就可以稍微把中間那一段放在中間，再上下就會可以更凸顯那個雪下來的那種感覺。這邊現在背景都很乾淨，那我們可以利用就是比較極簡的方式來拍一點。徐老師現在站在那個欄杆那邊嘛，如果單拍的話可能會覺得有點單調。這個時候呢，你可以稍微加一點旁邊的那個樹枝，把它一個左上右下。哦，那就左上角這邊有這邊樹枝，然後右下角徐老師，這樣搭配起來，畫面就變得
有趣一點，你可以就是很单純的用一個很置中構圖，就我們在我們新的線上課程第一章節，接下來的線上課程就會跟大家分享，就是當你今天主題不知道拍什麼時候呢，其實有時候置中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。照相是放中間，然後站下面1/3，就是那種很標準9宮格構圖的感覺。然後欄杆數抓一下，這樣子就一張我覺得很簡單很好看的照片。以上3個總時長在抓5個小時，然後開車這樣繞一趟，差異蠻大的。就是你有森林，有大佛，有湖面，那我覺得拍拍人、拍拍景其實都還不錯。而且不同天氣情況來，感覺應該會差蠻多的。玉涵覺得這3個點如何？我覺得這樣慢慢往上，那個海拔越來越高，對，越來越有雪之國度的感觉，進入山裡面，越来越白。就第一個我已經覺得哇下雪了，但到這個就是已經看不到除了白色以外的顏色了，太白了，白過頭了，好爽。然後我覺得豬湖這邊的那個餐廳都普通啦，這邊可以往下去那個三小木，或者是去潛水2個方向。如果你今天整天行程的話，你想要去三小木吃海鮮的話，可以從這邊繼續往南，海鮮丼飯都非常有名的，可以去看看。然後或者是像我們就往千歲，往千歲的好處是因为千岁那邊的餐廳啊，多半排隊不會像札幌市區那麼多，反正你都開車了，然後千歲那邊也好停車，停個車吃個飯之後再回札幌，我覺得也是一個整套不錯的行程。好，我們這邊在千歲呢，就跟我們前面所講的，千歲其實蠻多有名的湯咖喱店呢，千歲都有，而且呢，比較不用排隊，那些市區要排爆的店，札幌市區排爆的店這邊都還好，舒服。這一家是那個軟麥，我覺得它比起就是一般的湯咖喱是比較印度風的。我覺得它比較泰，也可能是因為我的那會我加了椰奶，它可以選加椰奶或者是加大蒜。整體而言，我覺得還蠻不錯的。玉涵吃蔬菜的覺得怎麼樣？玉涵覺得如何？覺得這家有吃到新的蔬菜，蘆筍。哦，對，這家有蘆筍，而且它蘆筍是炸過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季節性的，但第一次湯咖喱吃到蘆筍，對，蠻不錯的。對，而且我覺得它的選擇項目很細，對，就是它飯的量，徐老師點 SS。你要到 LL 都有，然後你辣度從0到13，对，到13，可自定義選項蠻多的。以上就是我們在札幌近郊的3個景點跟大家分享，這是我們這一趟2026年第一趟來北海道的最後一支影片啦，就感謝大家看到這邊，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番外篇，去年這一刷那個車子，我很羨慕，我終於可以刷到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來北海道自駕，車頂上的雪一定要掃掉，不然剎車的時候，老實說那個雪會衝到那個擋風玻璃上，就會很危險。對，蹦蹦蹦，哎呦，真的很多呢。哎呦，我敲了一下，手好像有點太短了。另外一邊，另外一邊，我們要往後哈，不要往前面了。但是你不掃快一點呢，雪等下要積起來了。對，前輪那邊哪個？要把它踹掉。這個，對，這一塊結凍的這個。對，要不然會很那個會很危險。對。OK。用力。這樣。對。所以大家如果在北海道自駕的話呢，要注意一下，每一次發車前，只要車停在這種戶外比較久的時候，發車前都要注意一下。好。那我們就跟大家說拜拜吧，玉涵。拜拜。收小費啊，清車要收小費。